最近的钱越来越难赚了。我给你指条路，保准又体面又来钱。什么路？注册个公益基金会，自己当理事长。这能行吗？慈善还能赚钱？行吗？你把妈字去掉，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名声，你是又赚钱又得名。哟，姐妹，你这是发财了，发财了！哪有，就是帮帮别人，顺便帮帮自己。这是我用极梦出镜模式做的基金会宣传片，你看看。看来你挣了不少啊。这才几个钱呀！基金会有了，可钱来的还是太慢，而且一阵一阵的不稳定。你再给我支个高级点的招呗。这个简单，你搞个月捐计划不就得了？什么是月捐？月捐就是每个月自动从他们账户里扣钱。那不行吧？人家捐一次还行，谁愿意月月被扣钱？谁让他们愿意了？你只需要把项目包装好，说什么困境儿童营养计划，再强调不针对个人受捐，钱自动划走，他们忘了关就是你的稳定流水。你真是这个，我回去就办。让我看看这是哪个慈善家呀？你就别打趣我了，我又来找你讨主意了。你又怎么了？现在我挣到大钱了，可是钱拿在手里烫手，好多人盯着我，我该怎么办？这好办，你把钱花掉不就行了？花掉？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挣的，再说了那么多钱也不知道怎么花呀。谁让你真花了？然后成立几家基金会，花高价从你自己的公司采购物资。高，实在是高，这样左手倒右手，钱还在我自己兜里。聪明。最近，如果您是一直在跟进韩红相关争议内容的网友啊，这位博主实地暗访上海君逸汽车公司的视频，大家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全程实地走访取证，多处反常细节摆在明面上。这家公司的违规嫌疑实在是太大了。博主为核实这家企业呢，专门跑了2处工商系统备案登记的地址，2处地址呢全都是漏洞百出。第一处是官方登记的注册地址，地址偏僻荒凉，实地走访下来就是一处空地址，没有任何的办公经营痕迹，完全达不到正规企业注册经营的基础标准。第2处是工商预留的通信地址，大连路1619号1207室，位于一栋大型商用的写字楼，整栋楼的每层的物业公示栏上都会清晰的标注每一间办公室对应的企业名称，1201到1206全部标注完整，唯独1207室一片空白，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公司标识。但凡正经做生意的汽车销售、医疗器械行业的企业呢，都会主动公示企业名称的，方便客户、监管人员上门对接。刻意隐瞒了门牌本身就十分反常。博主走到了1207室门口啊，通过门缝能看见屋里有人。敲门后，屋里啊有多个人来回走动，像是在私下商议什么事情。一名男子开门以后，博主谎称导航指引来到这个旅游公司的，对方立刻否认。当博主追问这间办公室归属哪家公司的时候，男子是明显迟疑闪躲，刻意回避透露企业名称，全程不愿意亮出身份。简单的对话后直接关门，全程抵触沟通，掖着藏着。不是啊，然后我反问他，我说那您这是什么公司啊？咱们这是。然后这个男的说，我一下子就停顿了啊，就他非常不希望他们啊，这个是什么公司，让被别人知道啊。这是很奇怪的地方。你如果说是什么公司、汽车公司什么的，你正规经营，你为什么害怕呢？是不是？即便暂时无法100%确认屋内人员就是君逸汽车的员工，但从实地取证的线索来看，疑点已经层层叠加。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主营救护车销售、医疗器械经营，行业监管有硬性的法规要求，必须配备合规经营展厅、独立仓储库房，经营场地呢必须与工商登记匹配，商用场地面积、储存条件全都有明确的标准，缺一不可。可目前2处的备案地址，一处是空置的虚拟注册地，一处写字楼办公室刻意隐匿，无任何配套经营仓储场地，完全不符合医疗器械、特种车辆销售的经营硬性条件。空注册地址，刻意隐瞒办公信息，无合规经营展厅仓库，3大问题同时出现，很难用正常经营去理解。目前博主已经把全部实地走访、现场取证的材料统一提交至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待官方介入核查定论。抛开室内人员身份存疑这件事不谈啊，单单从工商地址虚假空置、无合规经营场地、刻意隐匿经营信息这几点，上海君逸汽车身上的违法嫌疑已经是非常突出了。所有反常的细节都指向了这家企业经营不合规，咱们一起静待调查结果。韩红基金会发表了声明，说韩红基金会和韩红是2个独立的个体。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韩红一直说自己搞慈善，而且呢就一直是自己去替这个基金会捐这个救护车，2个是捆绑在一起的。现在因为韩红呢走革面事件，像过街老鼠一样形象碎了一地，韩红基金会想跟他脱离干系，
说两个人基金会和韩红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就好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声明可以说从现在起，知道两个独立个体的朋友，易捐人和捐款人，在此时此刻就可以运用我们民法典152条重大误解。因为从前呢，大家捐款是形成了重大的误解，认为韩红呢从事的慈善和基金会，把钱捐出来了，月捐人也是这么捐出来的。自韩红基金会宣布韩红和基金会韩红基金会和韩红是两个独立个体以后，这个因为形成了重大的误解。因为从前大家都认为韩红和韩红基金会是一码事儿，那现在基金会声明了，那说明什么？这个重大误解大家知道了，从前大家捐款是基于重大误解捐给了基金会，那从现在开始，或者我们民法典规定的152条重大误解这个条款规定，自知道和应该知道之日起90天可以主张撤销权，也就是在此90天之内，我们的捐款人和易捐人可以向基金会主张退捐，这是法律规定的啊，这不是我说的，主张退捐。没想到啊，这个撇的是这么干净。既然是撇的这么干净，那此前捆绑在一起，就是大家形成了重大误解。那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152条，就可以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权。这个撤销权90天是除斥期间，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现在呢，可以主张撤销权了。韩姐又长出个新发明。国家一级主持人证，看视频。我有国家一级主持人证啊，这是真的，我考的，广电总局国家一级主持人啊。我往下投保，就没有这个国家一级主持人证，人家是叫播音乐主持人职业证，说白了就是创业准入证。韩姐这是吹牛少阳了，明显是刹不住车了。有没有人提醒他？这样下去可不行了呀！我被投诉了。就因为说了某明星公益基金，对方给我安了几大罪状：捏造事实、无端质疑、恶意炒作、损害机构名誉。首先啊，我的视频没有任何一句虚假内容，视频中提到的资金存量、理财规模、人员薪资等所有数据，全部来自基金会的企查查里的公开信息，是任何人下一个 APP 都能看到的。有哪一条是编造杜撰的呢？我没有捏造事实，那为啥说我是无端质疑？其次，我从未否定公益基金会合理理财，我从头到尾的核心疑问只有一个：为什么大量善款长期闲置理财，没有切实用到帮扶群众的实处？无数普通工薪阶层省吃俭用，初衷都是想帮到真正有困难的人。面对数亿长期闲置的爱心捐款，有疑问有期许，我不明白到底是错在哪儿了。最搞笑的是说我侵害其名誉权、肖像权，严重影响基金会的正常运转。首先我全程都没有放任何人的肖像，我没有指名道姓，你们怎么就跑过来对号入座了？还严重影响基金会的正常运转，说两句你们就运转不了了吗？那我真的怀疑你们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投诉方说他们已经发布了官方声明，你发布声明了就证明你都对吗？你发布声明了，别人就不能讨论了吗？那你们的话语权可真够大的，只要你们说了，别人就没权利说了。慈善法97条明确规定了鼓励公众监督慈善活动，怎么你们的声明比法还大吗？我始终认同做慈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但绝不能因为顶着慈善的光环就只能接受赞美，容不下半点质疑。真正的公益不会排斥监督，不会害怕追问。